你知道吗？很多女人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到头来男人还是不珍惜她，为什么？这里面的学问，《易经》里早就讲透了。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这个道理啊，可能跟你们以前听到的完全不一样，但你要是真听懂了，你这辈子的婚姻啊，就不会走太多弯路。你看现在多少女人在家当超人妈妈，在外拼命工作，回家还要洗衣做饭伺候老的小的，累得半死。可男人呢，照样不当回事。问题出在哪里？根子就在《易经》的坤卦上。坤卦讲厚德载物，很多人以为这就是让你任劳任怨，把所有事都扛在肩上。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厚德载物的载是承载，不是背负。一个是顺其自然，一个是强撑硬扛，这两个境界差得太远。我跟你讲啊，真正能让男人一辈子捧在手心的女人，她们身上都有两个特质。这两个特质说起来简单，但能做到的女人少之又少。今天我就把这个道理给你们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。你们要是能参透了，婚姻状况一定会大不一样。先说第一个特质，就是情绪独立。你看《易经》里的离卦，离卦是火，代表光明热情。但你要注意，火这个东西有两面性，它能照亮别人，也能烧伤自己。一个聪明的女人啊，要学会控制自己的火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情绪、你的热情、你的关心，不能毫无节制地往外倾泻，要有收有放，有明有暗，让男人觉得你是一团火，但他又摸不透这团火什么时候燃烧，什么时候熄灭。这就是离卦的智慧。你看离卦的卦象，两个阴爻夹着一个阳爻，外面是阴，里面是阳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真正的光明，真正的热情是藏在里面，外面要有一层包裹。你不能把心完全敞开给别人看，要有所保留，有所遮掩。可现在很多女人不懂这个，她们觉得爱一个人就要掏心掏肺，就要把一切都给他，这个想法太危险了。我告诉你，男人这个东西很奇怪，你对他越好，他越不珍惜。你稍微有点距离感，他反而来讨好你。这不是我胡说的，这是几千年人性的规律。易经64卦里有个咸卦，讲的就是男女感应，很有意思。咸卦上面是兑卦，代表少女，下面是艮卦，代表少男。兑卦在上，艮卦在下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在男女关系里，女人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不是傲慢，是一种淡定，一种从容。你想啊，兑卦代表喜悦开心，但它在上面，在上面就意味着不是轻易能得到的。男人要得到这种喜悦，他必须付出努力，要仰望，要追求，这就是咸卦的道理。可现在很多女人把位置搞反了，她们把自己放在下面去仰望男人，讨好男人，伺候男人。你把自己放低了，男人自然觉得你值钱了。这道理多简单啊！可就是有人看不透。我再跟你讲个命理上的知识。女人的八字里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官星，官星代表丈夫，也代表女人的地位和尊严。一个官星旺盛的女人，她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气场，让男人不敢轻慢她。可要是官星太弱，或者被其他五行克制了，这女人就会在婚姻里处于弱势。但这里有个关键，官星的强弱虽然是先天的，可后天的行为也会影响官星的能量。你要是总把自己放得很低，总去讨好男人，总是任劳任怨，你的官星能量就越来越弱。相反，你要是能保持独立性，保持尊严，你的官星能量就越来越强。所以第一个特质是什么？
就是情绪独立。你的喜怒哀乐不能完全取决于男人的态度，他对你好，你当然开心；他对你不好，你也不会觉得天塌了。你有自己的世界，有自己的乐趣，有自己的精神寄托。他不理你的时候，你正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他想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也不用表现得受宠若惊。这在易经里叫中正，就是保持一个中间正确的位置，不偏不倚卑亢。你看坤卦六二爻的爻辞说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这个直方大是什么意思？直就是正直，方就是方正，大就是宏大。一个女人要是能做到直方大，她就不需要刻意去学什么技巧，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好的结果。很多女人总在想，我要怎么讨好男人，我要怎么让他更爱我，我要学什么技巧。告诉你，这些都是旁门左道。真正的大道是什么？就是把自己活好，把自己活出一个正直方正宏大的样子来。你自己活好了，男人自然就被你吸引。我再给你讲个五行的道理。五行当中，水最柔软，河水也最有力量。老子说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这道理用在女人身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像水一样，表面看起来柔软随顺，不争不抢，但骨子里要有自己的方向，有自己的力量。水往低处流是天性，但水流到低处之后，会汇聚成江河湖海，形成巨大的能量。你看那些真正厉害的女人，平时不显山不露水，可关键时刻能量惊人。我见过太多女人表面很强势，什么事都要争都要管，最后把男人管跑了。这种女人在五行上讲就是火气太旺。火是向上的外散的，火太旺了就把周围的东西都烧掉。男人本来就属阳，你再用火去烧，他不跑才怪。所以情绪独立不是让你冷漠，是让你像水一样柔中带刚，绵里藏针。你对男人好，但不会把全部都给他。你关心他，但不会失去自己的节奏。这个分寸感太重要了。在风水上也有个类似的道理。我们讲家居风水，经常说藏风聚气。什么叫藏风聚气？就是一个好的风水格局，不能太敞开，也不能太封闭。太敞开的风吹进来就散掉了，气聚不住；太封闭的空气不流通，气会变成死气。女人在婚姻里也是这个道理。你太敞开了，把一切都暴露给男人看，你的能量就散掉。男人觉得你没神秘感，没新鲜感，他就慢慢失去兴趣。可你太封闭了，完全跟男人交流，不让男人进入你的世界，那也不行，那样就没有感情的流动了。所以要藏风聚气，要有开有合，有收有放，这就是情绪独立的真正内涵。好，第一个特质讲完了，现在说第二个特质。第二个特质更重要，它是第一个特质的基础。你要是没有第二个特质，第一个特质根本做不到。第二个特质是什么？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搞钱和搞自己比搞男人重要100倍。这话听起来好像很功利很现实，但我告诉你，这话在易经里有深刻依据。易经乾卦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句话虽然表面是讲君子的，但道理对女人同样适用。天行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天道运行不息，永远在前进，在发展。君子要效仿这种精神，不断自我提升，自我完善。你看这个自强不息，关键在自治，自己强，不是依靠别人来强大。一个女人要是把幸福完全寄托在男人身上，那就违背了乾卦的精神。我知道有人会说，乾卦不是讲男人的吗？坤卦才是讲女人的。这理解太片面了。乾坤两卦是相互依存的，没有乾就没有坤。
没有坤就没有乾。一个完整的人，不管男人女人，都需要同时具备乾和坤的特质。对女人来说，坤卦是本色，是根基，但在这基础上也需要有乾卦的精神，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。你不能因为自己是女人就觉得可以完全依附于男人，那样的话你就把自己活成了一根藤，需要缠着男人这棵大树才能生存。告诉你，藤蔓缠树这个意象在命理上很不好。藤蔓虽然能借助大树往上爬，但它自己没有根基，一旦大树倒了，藤蔓也就完了。而且藤蔓缠得太紧，有时候还会把大树缠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越对男人好，男人越想逃跑的原因。你要把自己活成一棵树，不是一根藤。树有自己的根，有自己的枝叶，有自己的养分，别人可以来乘凉，但树自己是独立存在的。这样的女人，男人才会真正尊重她，珍惜她。在八字命理里有个概念叫财星，对女人来讲，财星代表的不仅仅是金钱，更代表一个人掌控资源的能力。财星旺的女人，不管有没有男人，都能把生活过好。这种女人有一种底气，有一种自信。这种底气和自信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，装不出来。你想让男人对你上瘾，你首先要让自己有价值。这个价值不是你付出了多少，而是你本身值多少。你洗了多少衣服，做了多少饭，这些都不算你的价值，这些是付出。价值是什么？价值是你拥有什么，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独特的东西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市场上买菜，萝卜白菜1块钱1斤，人参鹿茸几百块1两，为什么差这么多？不是因为种萝卜白菜的人不辛苦，而是因为萝卜白菜本身的价值就低。你想卖高价，就不能做萝卜白菜，要做人参鹿茸。同样的道理，你想让男人珍惜，你就不能做保姆型的老婆。保姆哪里都能请到，你的独特价值在哪里？你要问问自己，除了做家务、带孩子、伺候男人，你还有什么？你有自己的事业吗？有自己的朋友圈吗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吗？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吗？要是这些都没有，你就只是个保姆，一个不需要付工资的保姆。男人怎么可能对保姆上瘾？我给你讲个命理上的规律，女人的运势往往在35岁到45岁之间会有个很大的转变。这个年龄段在命理上叫正官运或偏官运，是女人事业和地位开始上升的时期。很多女人在这个年龄段之前一直为家庭付出，没顾及自己的发展。到了这个年龄段，要是能抓住机会提升自己，后半生会越来越好。但这里有个条件，就是你在之前的岁月里不能把自己完全消耗掉，要保留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给自己，让自己不断学习、成长、进步。这样到了35岁以后，你才有资本去迎接新的运势。我见过很多女人20多岁、30多岁的时候，把全部心思放在男人和孩子身上，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。到了40岁以后，孩子长大了，男人可能也变心了，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种女人的后半生很凄凉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搞钱和搞自己真的比搞男人重要100倍。这不是让你不顾家庭不管男人，是让你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。你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，要有自己的社交圈子，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。这些东西是你的根，是你的底气，是你在婚姻里立足的资本。在风水上我们讲究得位。什么叫得位？就是在合适的位置上做合适的事。女人在家庭里有自己的位置，在社会上也有自己的位置。你要是只守着家庭这一个位置而放弃了社会上的位置，你就是失位了。失位的人没有能量，
没有能量的人守不住任何东西。你看那些家庭和睦、男人体贴的女人，她们往往都有自己的事业或者有自己的特长，她们不是完全依附于男人的，她们是独立的个体，是有价值的人。这种女人即使不特意去讨好男人，男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尊重她、珍惜她。相反，那些整天围着男人转的女人，最后往往落不着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她们把自己的价值定位搞错了。她们以为付出越多，男人就越感激，可事实恰恰相反，付出越多，男人越觉得理所当然，这是人性的弱点，也是因果的规律。我给你讲个易经的卦，叫损卦。损卦的意思是减损，就是减少。损卦的卦辞说：损有福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贞，利有攸往。这话的意思是说，有时候减少一点反而是好事。这道理用在婚姻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不需要付出那么多，你付出太多反而会造成不平衡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需要双方共同付出。你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付出，男人就没有付出的空间了。时间长了，他就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，而不是你在为他牺牲。所以要学会减损，学会适度。你对男人好，但不要好过头。你关心他，但不要关心的让他喘不过气来。留一点空间给他，也留一点空间给自己。这个空间很重要。有了这个空间，你们的感情才有呼吸的余地，才能长久持续下去。我再跟你讲个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。五行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这叫相生。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这叫相克。相生是滋养，相克是制约。一个健康的关系既需要相生，也需要相克。你对男人太好，就是过度的相生。过度的相生会导致什么？会导致被生的一方变得虚弱懈怠。就像个孩子，你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，他反而知道珍惜，反而变得无能。男人也是一样，你把他照顾得太好了，他就失去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，也失去照顾你的意愿。所以有时候需要一点相克。相克不是吵架，不是对着干，而是一种制衡，一种边界。你有你的原则，他不能随便侵犯；他有他的想法，你也不用完全迎合。这种互相制衡的关系反而是健康的、稳定。很多女人怕跟男人起冲突，觉得一有冲突，婚姻就会出问题。这想法是错的。适度的冲突和摩擦是婚姻的润滑剂，能让双方都保持警觉，不会太放松、太懈怠。你看那些吵吵闹闹但一直没分开的夫妻，往往比那些从不吵架的夫妻更长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关系是有活力的，是有张力的。好，现在我把这两个特质总结一下。第一个特质是情绪独立，不做男人的情绪垃圾桶，保持自己的神秘感和独立性。这个在易经里的依据是离卦的明暗相济和坤卦的直方大。在五行上的依据是水的柔中带刚，在风水上的依据是藏风聚气。第二个特质是自我增值，把搞钱和搞自己放在比搞男人更重要的位置上。这个在易经里的依据是乾卦的自强不息和损卦的适度减损。在命理上的依据是财星的强弱和大运的转换。在五行上的依据是相生相克的平衡。这两个特质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为什么难？因为它违背了很多女人根深蒂固的观念。很多女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温柔贤惠，要相夫教子，要以家庭为重。这些观念本身没错，但被曲解了。温柔贤惠不是让你当保姆，相夫教子不是让你失去自我。
以家庭为重，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。真正的温柔贤惠是一种有底气的从容。真正的相夫教子是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帮助家人。真正的以家庭为重是让整个家庭都往好的方向发展，而不是让你一个人牺牲来成全所有人。我告诉你，在易经的智慧里，从来没说过女人就应该牺牲自我。易经讲的是阴阳平衡，阴阳互生。女人是阴，男人是阳，阴阳要平衡才能和谐。要是阴太弱了，整个系统就会失衡。你把自己消耗得太厉害了，你的阴气就会衰弱，整个家庭的能量场也会跟着衰弱。所以为了家庭好，为了男人好，为了孩子好，你首先要把自己照顾好。这不是自私，这是智慧。一个有智慧的女人知道自己才是这个家庭的根基，她活好了，家庭才能好；她有能量了，家庭才能有能量。好，道理讲得差不多了，现在让我来给你讲些具体的做法。毕竟道理懂了，还要落实到行动上才行。首先，关于情绪独立，你要做到这几点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不管是读书、画画、弹琴、种花，还是其他什么，你要有一件让自己能沉浸进去的事。当男人不理你的时候，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做这件事，而不是围着男人打转，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。不要把所有感情都寄托在男人身上，要有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闺蜜。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朋友说，不一定非要跟男人说。这样一来，你就不会给男人太大压力，也不会让自己太依赖男人。学会享受独处。很多女人害怕一个人待着，觉得孤单无聊，这是因为不懂得跟自己相处。你要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光，学会在独处中找到乐趣。一个能享受独处的女人，才是真正独立的女人。不要做情绪的传声筒。男人回来跟你抱怨工作的事，你可以听，但不要完全接受他的负面情绪。你可以表示理解，可以给些建议，但不要让他的负面情绪影响到你自己的心情。同样的，你自己的负面情绪也不要全部倾倒给男人，大家都保留一点空间，彼此都会轻松些。然后关于自我增值，你要做到这几点：保持学习的习惯，不管多大年纪，不管多忙，都要抽出时间来学习新的东西。可以学一门技能，可以读些书，可以参加些培训。活到老学到老，这不是空话，这是让自己保持活力和价值的秘诀。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，不管多少都要有，这是你的底气，也是你的退路。不要完全依赖男人的收入，那样你就会失去话语权。有自己的收入，你才能挺直腰杆说话，你才不用看男人的脸色。注意自己的形象，不是说要打扮得多漂亮，而是要保持一个得体的、有精神的状态。不要因为结了婚就放任自己不修边幅，你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了，怎么能指望男人在乎？要有自己的目标和规划。不要只想着怎么把男人照顾好，要想想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。你5年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10年后呢？有目标的女人是有魅力的，因为她们眼里有光，心中有方向。我再给你讲个很重要的道理，这是易经里最核心的智慧之一，叫时位。什么是时位？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，在合适的位置扮演合适的角色。婚姻里也是一样，不同的时期要有不同的策略。新婚的时候可以多付出些，多包容些，因为这是建立感情的时期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你要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性，不能一直保持新婚时候的状态。很多女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她们在新婚的时候付出了100%，以为这样就能让男人一辈子感激她。可她们不知道人是会习惯的，男人习惯了你的付出之后，就不会再感激了，他会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。这时候你再想改变就很困难了。所以要懂得时位，
要根据不同的阶段调整自己的策略。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多付出些，但同时也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性。慢慢的，你要把付出降下来，把独立性提上去，这样到了中年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被婚姻困住。还有个易经的卦，我要跟你讲一下，叫恒卦。恒卦是讲持久的卦，讲的是怎么让一件事能长久持续下去。恒卦的卦辞说：恒亨无咎，利贞，利有攸往。意思是说，持久是好的，但持久也是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恒卦的爻辞告诉我们，持久的关键在于不恒其德，就是不要一成不变。你看这很矛盾，对不对？要持久，但又不能一成不变，这就是易经的智慧所在。婚姻也是一样，你想让婚姻持久，你就不能一成不变，你要不断变化，不断进步，不断给婚姻注入新的活力。要是你10年如一日的重复同样的事，婚姻就会变得乏味，男人就会失去兴趣。所以那些能让男人持续上瘾的女人，她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她们在不断学习，不断成长，不断给自己增加新的魅力。男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他的新变化，就会对他产生新的兴趣，这就是持久的秘诀。我讲了这么多，最后再给你个忠告，不要再问怎么让他更爱你这种问题了，这问题本身就是错的。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怎么让自己更值得被爱。当你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放在男人身上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一个专注于自我提升的女人，她的能量场是往内收的，是有吸引力。相反，一个专注于男人的女人，她的能量场是往外散的，是消耗性。这在风水上叫气场。一个人的气场强弱，决定了他能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。你的气场强了，好的东西就会被你吸引过来；你的气场弱了，好的东西就会从你身边溜走。男人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的气场强了，他就会被你吸引；你的气场弱了，他就会慢慢远离你。所以归根结底，还是要把自己活好。你活好了，一切都会好。你活不好，再怎么讨好男人也没用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最核心的道理。各位，我讲了这么多，不知道你们听进去了多少。我知道改变是很难的，观念的转变尤其困难，但我希望你们能慢慢去领悟，去尝试，去改变。婚姻是门很深的学问，不是3言2语能说清楚。但有一点是确定，那就是婚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。你怎么看待自己，怎么对待自己，决定了男人怎么看待你，怎么对待你。希望你们都能领悟到易经的智慧，把这2个特质应用到自己的生活里去。不要再做一个任劳任怨的保姆型老婆了，要做一个让男人捧着的有价值的女人。记住，你越强大，世界对你越温柔；你越独立，他就越不敢怠慢。这不是什么厚黑学，这是阴阳平衡的自然规律。天地之间最大的道理就是阴阳平衡。你把这道理参透了，你的婚姻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